你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哈莱德荧光笔工作室。来，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如果你遇到以下的情况，你会怎么做？在一个月夜风高的晚上，你自己一个人开着车，听着你的音乐，突然之间呢，从你的照后镜那边呢，就闪出了一个又蓝又刺眼的光，然后呢，你就听到了这个很低的哔、很低的哔的声音啊。你是不是会非常的感动哎？奇怪就奇怪在这里哦，我们明明就是善良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做一些措施或者是亏心事，为什么我们一看到马达，我们的内心就会很紧张，就会情不自禁的很坦盖嘞？你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呢？留言告诉我加一。其实呢，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只要你没有犯法，同时你也理解自己的权益的话呢，其实 suppose 呢就不应该这样害怕的。毕竟呢，马达呢也只是执行他们的公务而已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哈莱德荧光笔工作室要一次过给大家讲清楚，如果你突然得面对马达，然后你到底应该怎么做呢？你的权益是什么呢？情境一，你突然之间在路上被警察拦下来，你应该延续刚刚的那个开头的那个情境哦，如果你的后面有警车，他想要你停下来接受检查，那我们就建议你呢，你可以先开启你的 double signal， 然后呢再开窗举手跟警察示意说我知道你要我停车，然后呢你就缓慢的去到前面比较安全的路段呢停下来。那当你停好车之后呢，通常呢这个马达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啦。接 bagaimana？ boleh tengok IC dan license tak？ 通常这个时候呢，警察只是要做一个例行的安全检查而已，所以呢，警察是有权利检查你的身份证和驾照的哦。我们呢可以尽量配合警察的要求，以方便我们的警察工作。那当然呢，你也可以礼貌的跟警察了解一下kenapa stop saya就是你可以很礼貌的问他为什么要你停下来，是不是因为自己呢违反了交通规则之类的。那其实呢，警察拿到你的证件之后呢，通常呢都会联络总部呢去查证你的资料。他可能不是打电话的，我印象中好像是有一个机器这样子的。反正呢，他们会去验证你的资料 ，but 依照规定呢，警察是不可以拍照的哦。如果呢你只是驾照过期之类的一些小错误，那么警察呢是可以开你罚单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乖乖的把罚单收下来就好了。不过呢，如果对方没有穿制服，又说自己是便衣警察的话，那你要怎么辨识呢？其实呢，不管对方有没有穿制服，我们都有权利要求警察出示警员证，因为他们可以看你的身份证，你也可以看他们的警员证哦。毕竟呢，现在也是有一些假警察的一个新闻嘛，所以呢，大家都会非常的担心。为了要保护自己呢，我们可以很冷静、很有礼貌的提出这个要求，记得要很有礼貌，语气要很好哦。假设这是一个警员证，我们真的是不知道看什么，就是一个证件到底要怎么去辨识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来，我们现在就教你分辨警员证你看看上面呢会有 Polis Diraja Malaysia 的字，然后也会有这个徽章啦，还有这个警员的照片。警员的编号也会有他的警阶、姓名，还有出生日期的哦。你不要看到他帅就开始看到他几岁不是看这个那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呢，你要看看他有没有这个防伪雷射水印，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好像我们的那个钱上面呢会有的那一片闪闪发亮的东西，要看这个反光有没有水印。那当然呢，你这个转的动作就不要太夸张了，我刚刚那个是错误示范就是顶我有没有？玻璃小笨蛋我看到我都想要打你对不对？所以呢，你在看的时候呢，你就要要谦虚一点点，不要让对方呢觉得你有挑衅的这个意味，要有礼貌 ，OK？ 其实呢，警员证呢分有4种颜色，分别是黄色代表的是普通警察，蓝色代表的是警长级别以上的，白色的话呢就代表他是后备警察，而白色的警员证的话呢，一般来说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利。但是如果他们是跟黄色跟蓝色的警员证的警察一起执行任务的话呢，那么他们就有权利查看你的身份证了。而红色的话呢，就代表他被暂停职务了。那如果停你的这个警察呢，他拿的是红色的警员证的话呢，那代表他没有权利查看你的身份证哦。你可以有礼貌的婉拒并远离他们。那大家要记得所有正式的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呢，都必须带着警员证的。如果他没有，他就没有权利对你采取任何的行
行动。当然，前提是你没有故意刁难警察，或者是故意走差办公啦。不过呢，一般上呢，他们都会给你看他们警员证的哦。那如果你已经是很有礼貌了，他们还是拒绝给你看呢，那你就可以记下他的这个编号、名字、车牌号码，然后呢通知警方。不过呢，如果你已经看了这个警员证，还是没有办法辨认他是不是真的警察呢，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你是可以打电话到999去跟警局呢做确认的，查询一下这个警员的编号跟名字是不是真的。不过你还是不可以拍照的哦，因为警察不可以拍你的身份证嘛，同样你也不可以拍他的警员证的，这样明白了吗？情境2，警察想要搜车，你要怎么办呢？那如果呢，你开车开到一半呢，被拦下来，或者是遇到了 roadblock， 然后你听到警察讲说 "Cik, sila keluar dan buka boot kereta"， 手电筒。如果你听到这句话呢，也不要跟踪啊，你没有犯错啊，就不要紧张啊，乖乖的配合就好。因为如果警察怀疑你的车是有违法的话呢，他绝对是有权利去搜你的车的。那只要你是奉公守法的人呢，也不需要太过于担心。当然，可能有一些人呢会想要录影来保护好自己，建议大家呢也可以很礼貌的询问警察说我可不可以录影啊？通常你只要礼貌的提出这个请求，也有合理的原因，警察呢应该也是不会阻止你的啦。不过你在录影的时候呢，也绝对不要阻碍到警察工作了，不要这样等我这样子，我看到我也是觉得很讨厌呐。当然，你也不要一边录影呢，一边讲一些难聽嘅話啦。你睇啊，佢而家check我車啊，你睇啊，呢啲人啊，咁樣嘅樣啊，你這樣子挑釁啊，警察就會可以反告你是阻差辦公噶。如果你不滿意警察的這個收車的方式的話呢，或者覺得警察呢，你覺得他的行為是有違規的，那麼你就可以先將警員的編號和名字記下來，然後事後呢，盡快的報警，用正規的法律行動來舉報違規的警察。千萬呢，在當下不要用有爭議的手段去跟警察起衝突，理解了嗎？可是像我這種數字概念很差的人基本上只要過了3個數字我就背不到了這樣情境3，警察想要搜查你的手機怎麼辦？你要怎麼做？Cik, sila serah telefon bimbit kepada kami. Kami nak check telefon cik. 手机这么私密的东西通常呢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除非呢你真的是什么案件的嫌疑犯之类的啦。那你可以先很有礼貌的这个问警察为什么你要看我的手机呢？你是怀疑我什么吗？不管警察的理由合不合理，我们都可以先选择当一名良好的市民，记下警察的这个理由，然后给予充分的配合。但是前提是你自己要操作手机，就是你自己要在那边你展示给他看手机的内容啊，不要把手机呢交给警察不过警察到底有没有权利直接检查你的手机呢？如果这个警察是有搜查令的话，那他就有权查阅你的手机。但是如果对方呢是警长或者是以上的级别，他就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之下查阅你的手机。不过前提是呢，他也要有合理的怀疑啦。比如说，如果他现在不检查你的手机，犯罪证据或者是违禁的内容就会被你销毁之类的这种理由，那你现在联想到的一些犯罪证据，应该都是什么金融诈骗案，对不对？不一定是这一种程度的犯罪比如说你的手机里面有色情的图片或者是影片之类的话呢，都算是违禁的内容是犯法的情境4，警察要进你的家里面搜查，你要怎么办呢？这个情况呢，其实就是比较严重了如果半夜3更的话，你看到有很多警察逼捕在你家外面，然后要进来，你要怎么办？情况呢跟你的检查手机是一样的。如果警察呢要进你的住家里面搜查，一般上他们是需要搜查令的。但是呢，如果现场呢有警长或者是位阶比较高的警察，他们就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呢立即进行搜查。不过前提是呢，他们要有合理怀疑相关地点有失窃的物品、犯罪分子或者是危害安全的行为，比如说是人命啦、武器啦、危险人物啦，或有恐怖分子之类的。所以结论就是，警察在合理的情况之下是有权利破门进屋搜查的。当然，你也有权利在他们进屋之前先确认他们是不是真的警察，比如看他们的警员证，以及打电话去警局查证一下。如果你已经确认他们是真的警察了，那你就不可以拒绝他们进屋搜查的，不然你可能反而会被告妨碍警察执法情境5，警察要搜你的身，怎么办？先配合咯，能怎样？
反正呢，身为良好市民的我们呢，是该配合呢就先配合。不过搜身是有条件的，如果呢警察要进行搜身，规则是男生是由男警察搜，女生是由女警察搜，而且是必须要有警长或者是位阶更高的警察在场。还记得我们刚刚讲的警长或位阶更高的警察证件是什么颜色吗？蓝色。那不是随随便便一个普通的警察呢就可以搜你的身的哈。另外呢，你也有权利呢拒绝脱衣服裸体的搜身的要求。当然，如果你对警察搜身的方式觉得不满，你也可以在事后呢投诉警察，甚至呢采取合理的法律行为。情境6，马达要你去马达溜哦，你要怎么办？姐，sila ikut kami ke balai polis sekarang。听到这一句话，大家就真的会超级 panic 了啦。不过呢，先冷静下来，要有礼貌的问警察，你是不是被逮捕了，还是协助调查？这个是必须要问清楚的，因为这两者之间的权利是不一样的哦。如果他说只是协助调查，那你就要问清楚是什么案件，先沟通清楚。当下呢，你可以配合警察回警局录口供协助调查，但是呢，当下呢，你也有权利拒绝跟他回警局，毕竟呢，你也不是嫌犯嘛，不是犯罪被逮捕嘛。不过呢，身为良好的公民呢，你还是可以跟警察另外约一个你觉得比较适合的时间和地点，去协助警察进行调查工作。当然，如果当下呢，警察没有办法清楚地告诉你是什么案件，那他就更没有理由带你回警局问话和录口供了。不过如果你真的是被逮捕根据宪法呢，警察就需要尽快的告诉你被逮捕的原因，而你也有权利联络律师还有家人。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分别了吗？情境7，我要拍警察，我要给他红，他要红，敢给他红。虽然呢，我前面有说过警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公众呢是有权利录影的，但是记得不要有挑衅的态度。如果你拍的照片或者是影片带有侮辱他人的行为，是可能会触法的哦。那如果在面对警察的当下，你觉得需要拍摄来做记录，无论是想要保护自己或者什么原因都好，你都先要很友善的跟对方说，不要让对方觉得不被尊重，并且呢，要确保你拍摄的时候呢，没有妨碍到对方执行公务，更不要在事后呢放上网公审。如果真的对警察不满，我们是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去投诉他们的，比如说政府已经成立了很多年的廉政与标准执行部 Jabatan Integriti dan Pematuhan Standard， 我们可以透过网站、email 或热线呢进行正规的投诉，这样子呢才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今天之所以会录这一集呢，是因为我之前也是被有警察停过，然后呢，我也是非常的感伤，非常的感慨，然后呢，我也不知道，其实他要求我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对的嘞？然后他现在想要干嘛嘞？有很多内心的小剧场，所以呢，我们特别做的这一集呢，其实是希望大家理解当你遇到警察的时候呢，要先冷静，莫谈开心。身为守法的公民呢，我们要清清楚楚的理解自己的权益，而警察呢，也会明白他自己的权限，那我们就可以互相配合，双方省时省力省争执。我们可以试着呢用最和善的态度去面对警察，毕竟呢警察呢是维护公共秩序，也是很辛苦的嘛，对不对？我知道讲了这么多，等遇到的时候还是会感觉的啦。无论如何，不知道你是不是之前有跟警察交流过的一些有趣或者是特别的经验呢？可以在留言区呢留言，让我们讨论一下哦。或者是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情境的话呢，也可以大家补充资料。我们特别需要一些可能在警局里面工作的朋友或者是律师朋友们呢，帮我们补充这一集的资料，让大家呢在刷影片和看留言的时候呢，得到更多的知识。感谢你收看今天的影片，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都会在 YouTube 呢上传我们最新的影片哦。我们是嗨的荧光笔工作室，下一支影片再见，拜拜。follow 这些 follow。